短短30分钟，从美国海军最资深、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起飞的2架飞机，一架海鹰直升机跟一架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如同2块被折断的金属，相继坠入深海。这个不是电影情节，这个是美国海军近年来最让人感觉费解跟让人震惊的事件。没有敌军开火，也没有极端天气，2架性能设计发动机完全不同的飞机却以同样的方式相继坠海。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没有遭遇任何敌人，却败给了自己。这个本来应该是一场在敌人的这个领海南海耀武扬威的行程，却意外的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军深刻的脆弱性。网友辣评本来是想到蓝海露个脸的，结果一不小心把屁股露出来了。但幸运的是呢，搜救行动堪称典范，5名机组人员在短时间内全部获救，情况稳定。这个应该是本场不幸事件当中的万幸。但吊诡的是，所有人的生还反而让事件的这个原因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官方的调查立即展开，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到底是飞行员的失误，是罕见的技术故障，还是网络上网友猜测的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深入剖析这个双机坠毁事件，因为尼米兹号的这个事件呀，它远非一次孤立的事故，而是美国海军积累了超过10年的系统性风险，也是帝国日暮的一个关键信号。这个是一个关于金属疲劳跟人力耗竭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战略失衡以及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严重受损的故事。要理解那30分钟的这个坠落，我们只需要记住3个单词：老船、老机、缺练的手。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尼米兹号的这个树苗，更是整个美国海军系统性衰退的一个缩影。让我们先从这艘尼米兹号的故事开始说起，它就是一部流动的美国战略史。尼米兹号是1975年5月3号服役，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亲自主持服役仪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它的诞生本身就是美国国力与技术巅峰时期的宣言。它的青年时代被冷战的阴云所笼罩，它曾经领一整个锋利的航母舰队在地中海与苏联海军直接对峙。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由美国绝对主导的单极时刻。尼米兹号的角色从大国对抗的这个威慑工具，转变为全球秩序的维护者跟世界警察的执法平台。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它的部署变得频繁、琐碎、高强度。它的任务从准备一场史诗级的海战，变成了对于陆地目标的持续性的空中打击，以及是一个力量的炫耀。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尼米兹号这样一艘老旧的航母又被赋予了最艰巨的任务，在中国的家门口对抗一支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海军。而此时的尼米兹号已经是一具疲惫不堪的躯体，却要在技术对抗性最强的环境当中来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开着一辆跑了50万公里本来应该报废的老爷车，但是现在却被要求每一天在 F1 赛道上跑出极限的速度。那这样一辆车它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不难想象，无数的关键部件在非设计工况底下长期运行，结果就是加速老化。这个就是尼米兹号的真实的写照，一个进入加速老化阶段的钢铁巨人。那如果说老化的舰体是事故的温床，那么疲惫的船员就是催化剂，因为它会将潜在的风险转变成了现实当中的灾难。美国海军当前面临的正是一个由缺钱、缺人跟缺练共同导致的系统级的崩坏。在缺钱方面，当前美国政府停摆，美军士兵正在面临欠薪的问题，没给你哗变已经是相当给面子了，好吧？而数据显示
冷战时期美军飞行员他们的平均飞行时速超过200，而现在已经骤降到了不足1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联军训练时长早已超过200小时。美国海军而且长期面临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人手不足。在2017年，有2艘驱逐舰发生了致命的碰撞，导致多名水手丧生。调查结果就直指人员短缺跟过度疲劳。然而这个问题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人手不够，就意味着在岗的每一个人他都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他的休息时间会被严重压缩。而更糟糕的是，这样一种人力的短缺被海军无情的高作战的节奏进一步放大了。为了满足美国海军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存在，海军舰艇他们被迫要执行一种被称之为背靠背的部署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次长达数月的部署任务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整，船员们他们倒一下时差就立刻投入下一次任务。飞机失事率它不讲政治正确，它不讲 DEI， 它只讲实打实的黄金、白银跟财力投入。如果缺人、缺钱还缺练，它就会实打实的体现在飞机的故障率上面。而目前尼米兹号的船员们，他们正是这样一种非常窘迫状况的受害者。尼米兹本次的部署是一个非常高强度部署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状况。2025年3月，他离开美国西海岸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而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整，直接穿越马六甲海峡，于10月17号进入蓝海，执行其告别之旅的最后一站。这个时候的尼米兹号，他已经超期服役，连续高强度部署超过了7个月。那么这些东西跟坠机有什么关系呢？分析的结论就会指向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极其致命的嫌疑犯——系统性的物质衰退。本次双机坠海事故有可能是由劣质燃料引起的。那这个假说其实极具说服力，因为早就有过前科。2022年正是这样一艘尼米兹号，他们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JP5航空燃料污染舰上饮用水系统的严重的事件。当时整艘航母的饮用水都充满了航空煤油的味道，而事后的调查发现，原因是一个老化的电圈发生了物理损坏，导致燃料泄漏，并且渗入了饮用水箱。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维护工作严重积压，舰上多达8个淡水箱都处于停用状态，船员们他们在巨大的压力底下自行制定并且执行了有缺陷的这个维护的程序，最终酿成了大祸。所以2022年的这个饮用水污染事件其实证明了2件事情。第一，就是尼米兹号的内部系统，无论是水路还是油路，由于年久失修已经非常脆弱，一个电圈就能够污染整个航母的这个生命线。第二个，就是在维护积压跟高压部署的一个双重压力底下，船员们可能会绕过标准程序，导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个燃料污染的假说能够完美的解释本次事故的最大的谜团：为什么一架直升机跟一架喷气式战斗机2种完全不同的飞行器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遭遇动力失效，然后坠海？因为他们共享的唯一的关键系统就是来自于航空母舰的燃料供应。那现在让我们把物质衰退跟人力耗竭这2条线索综合起来看，看看他们是如何形成恶性互动的。在维护的层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疲惫不堪、人手不足的燃料部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穿着紫色的工作服，被称之为紫葡萄的他们的团队，在执行繁琐的燃料质量检测程序时，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因为睡眠不足，出现认知偏差，导致漏掉了一个步骤，或者是看错了一个数据，一个本来可以通过标准程序被发现的燃料污染的问题，很有可能就这样被放行了。而在飞行的层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处于认知疲劳状态的飞行员，他的大脑就像一台运行缓慢的电脑，当他发现飞机发动机出现异常的时候，
诊断故障、执行紧急程序、做出正确决断的这个认知能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航母起降这样一种生死攸关的非常紧急的时刻，任何一丝的犹豫或者是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所以厘米之号事件的真相，它不是简单的机器故障或者是人为的失误，我想真正的脆弱性存在于疲惫的船员与一台老化的机器，他们相遇的那个致命的节点。人力系统的浩劫为物质系统的潜在故障打开了大门，并且大大的降低了系统在故障发生时候的自我纠正的能力。这2架飞机的相继坠毁，既是金属的疲劳断裂，也是人力的疲劳极限被突破的直接体现。所以这个事故难道仅仅只是厘米之号一条船、一批船员的不幸吗？那厘米之号的悲剧如果仅仅只是这样一艘船的问题，那或许还只是个案。但是这样一艘船的遭遇其实是整个美国海军舰队健康状况的一个缩影。当我们把视线从厘米之号移开，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全景，就是一个可能正在走向空心化的美国舰队。空心化是什么意思？就是纸面上的这个舰队规模跟理论上的作战能力，与它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可靠部署和持续作战的能力之间存在一个日益扩大的鸿沟。以前我们都会是用这个指标来衡量解放军的这个海军他们的舰队规模跟实际作战能力之间的差距，但是在厘米之号双机坠毁事件当中，网友的评论此刻却显得格外的刺耳。大清当年的北洋水师也号称全球第一，我是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北洋水师的这个讽刺竟然会用在美军身上。我想这个蜡屏它点出了美国海军舰队空心化的本质，就是纸面上的强大已经掩盖不住了内部的腐朽，无论是装备的维护不善，还是官兵的士气低落。而空心化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用一些非常具体的也非常惊人的数字来量化。美国有一个部门叫做政府问责局，它是专门给其他部门来挑刺的机构。近年来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报告，为我们描绘了美国海军维护体系目前陷入的深渊。那据审计美国海军他们面临着海量的延期维修的积压，海军舰艇的维护延误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而其中水面舰艇部队占据了近17亿美金，航母部队也积压了近18亿美金的维护工作。在2014年到2019年年间，海军高达 75% 的这个船舰的维修期都未能按时完成。那这些延误的天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惊人的33700天。那这就相当于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大量的美国海军的舰船被困在船舱里面，动弹不得，无法用于作战或者是训练。18亿美金的维护欠账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大量的舰船是带着已知的缺陷在执行任务。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时间去修理这些问题，美国海军他们被迫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就是提前退役了多艘舰船。这个直接导致了总计34个舰船的服役年限的永久性损失。在美国的造舰能力已经显著落后于中国的情况底下，这种做法直接削弱了美军舰队的规模。而这样一种让人绝望的情况，更是导致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艾森称之为战备的死亡螺旋。这个螺旋的起点是美国海军的全球战略与其舰队规模和实力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脱节。在过去几十年，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在持续的萎缩，作战舰艇的数量从冷战末期的高峰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300艘以下，然而它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任务却有增无减。这样一种非常严酷的现实正在将美国海军推向崩溃的边缘。而这个死亡螺旋是怎么样运作的呢？第一步是
供不应求，因为美国的这个全球存在啊，它在各地的作战司令官都想要美军的舰艇，这个需求远远超过了舰队规模能够提供的一个健康可持续供应的能力。而第二步是透支使用，为了满足全球各地的需求，美国海军它只能够提高现有舰船的作战节奏，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背靠背的部署，延长部署的时间，缩短维护的窗口。而第三步就是加速损耗，这个持续的高压使用、高强度的使用，加速了舰船的磨损跟老化，导致维护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催生了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18亿美刀的维护的积压量。而第四步是维修拥堵，因为积压的这个维护工作量实在是太多太复杂，导致船只一旦进入船厂，维修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难以预期。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在经历了2次背靠背的部署之后，它后续的维修期比原计划延长了整整 65%。 而第5步是可用的舰队规模萎缩，漫长的这个维修周期意味着能用的舰船更少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供应进一步萎缩。所以去到最后一步，整个闭环形成并且加速，一个规模更小的可用舰队却被迫要去满足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全球部署的需求，这个迫使剩下的舰船被用得更狠，从而更加猛烈地推动了整个螺旋的下一轮的恶性循环。而里米兹号事件正是这个战备死亡螺旋运转到极致的产物。它是一艘因为供应不足而被过度使用的老旧的航母，它累计的损耗最终以灾难性的方式爆发在世人面前。说到这里，有观众可能会问，美国海军难道没有新航母吗？尼米兹航母它的设计寿命是50年，这意味着在坠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生命的终点。这样一艘本来应该在博物馆里面安享晚年的这个航母啊，它之所以仍然在蓝海的惊涛骇浪当中执行任务，原因只有一个，是因为它的继任者备受期待的福特级航母迟到了，而且是严重迟到。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分析过了，理想的美军计划当中，老旧的尼米兹本来应该由技术更先进、作战效率更高的电磁弹射的福特级来平稳的接替。但很可惜，福特级航母项目它非但没有能够缓解老旧航母舰队的压力，反而成了整个海军备战状态的非常沉重的拖累。福特号的建造过程变成了一场漫长而且昂贵的噩梦。它服役后的数年，那些听起来非常酷炫的核心系统一直饱受可靠性问题的困扰，迟迟无法形成完整的作战能力。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这样一种困境在2号舰肯尼迪号依然在延续。由于同样的技术问题，交付日期被多次推迟，最新的预期是2027年，已经比原计划晚了数年之久。说实话，讲到这个地方，我在脑海里面浮现的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家印度海军的身影。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印度化这个词竟然会被用在美国海军身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条就这样形成了。福特级航母的技术难题导致了远在万里之外蓝海的尼米兹号它必须要超负荷的运转，这个极大的增加了它发生灾难性物质故障的概率。换句话来说，就是未来的失败已经在主动的系统性的摧毁现在。整个美国海军航母舰队的战备状态都被这个失败的福特级的现代化项目扯入了深海。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还只是技术维护跟管理层面的问题，但尼米兹号这个事件的真正代价远远不止于此。我们必须要记住本次事件发生的地点蓝海，这个是中美战略博弈的最前沿。在蓝海发生的一切都会被无限放大，变成的是一个强烈的地缘政治的信号，传递给全世界，尤其是传递给美国的本地区的对手
跟盟友。长期以来，一艘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出现，它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威慑，它象征着无可匹敌的技术实力、完美的组织效率跟可靠的军事介入的能力。这样一种建立在能力感知基础上的战略威慑力，是维系美国全球地位跟联盟体系的基石。但是很可惜，李米兹号事件以最直观、最夸张、最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人，严重的削弱了这样一种战略威慑的感知。在南海，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呀？是威慑，是通过展示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阻止中国蠢蠢欲动，来安抚他在本地区的盟友。但是双击相继坠海的事故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样一种威慑的可信度，它反而传递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就是美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投送的工具，甚至在没有与对手打个照面的情况底下，就因为自身的内部问题而失效，甚至导致了灾难。这个事件完美的印证了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关于战时基层航母的硬杀伤，更是一种在和平时期通过施加持续的压力就可以消耗对手的软杀伤的策略，是成功的。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2架飞机的损失，而是一场全面的立体的战略危机。本次事件其实是为中国长期以来精心构建的美军是纸老虎的一个宣传的叙事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的依据。而我们看到中国的回应也是一次非常意味深长的信息战的操作。那第一步是摆出姿态，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首先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请求，中方愿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供必要的协助。这个表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和平的地区大国的形象。第二步是直指核心，但是接下来发言人话锋一转，指出美方频繁派舰队到南海秀肌肉，是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是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所以这个官方的叙事策略，它是一箭双雕，对内它向国内民众展示了美军的纸老虎的本质，而对外它向东南亚各国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也就是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仅不能够为你们带来安全，反而会因为其装备老化跟行动鲁莽而制造危险。对于中国来说，双击坠海这不是事故，这个叫做数据点，这个不叫危机，这个叫做战略机遇。首先在战略层面，这个事件完美验证了解放军的现代作战的理论核心体系迫击战。这个理论认为，现代战争它不是要消灭敌方的每一个作战单元，而是要通过精确打击或者是非对称的手段瘫痪敌方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使他的这个指挥链、信息流跟后勤链条都中断，从而丧失整体作战的能力。李米兹号双击坠海堪称体系迫击战这个理论最生动的免费的教学案例。它证明了一个庞大如航母打击群的这个作战体系，它的核心打击能力可以在没有受到任何外部攻击的情况底下，仅仅因为内部损耗、疲劳跟压力而自发性的崩溃。美军这个航母体系的复杂性，既是其海上力量的来源，也是其致命的弱点。而中国通过部署大量的反舰导弹，它建立前沿基地跟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在这个敏感的地区布下了天罗大网。而这样一张网迫使美国海军它必须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极高的作战节奏进行前沿部署，来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一张天罗大网是无效的。但是恰恰是这样一种被动应对的高压态势，加速了美军装备的磨损跟人员的疲惫，而最终导致了李米兹号的自我消耗。可以说，在本场事件当中，中国取得了一次不战而胜的战略级别的胜利。它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先进的这些装备，比如说那些非常厉害的导弹，而是战略耐心，是那样一种迫使对手在高压的环境底下自我瓦解的能力。网络上不乏本次事件这个美国
双击坠海是中国用某种秘密武器来击落的这些猜想。有一种说法是不太可能是我们搞下来的，但如果真的是的话，这个事情更大。而这句话的精髓就在于，如果不是外部攻击，而是其内部系统在高压对抗的这个情境底下自行崩溃的话，恰恰证明了美军的系统性的脆弱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解放军甚至不用开火，只需要通过高强度的这个遛狗式的对峙，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就能够迫使这个疲惫的巨人他自己犯错。这是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显著的非对称式的胜利。那既然讲到这里，那就顺便展开讲讲为什么艾森可以排除掉中国动手这个可能性。那我们看到事件发生以后，特朗普他向媒体明确排除了恶意行为的可能性，他反而提出了劣质燃料是其中一个假说。那来自于美国总统的这个定性它极大的降低了外部攻击的可信度。如果美方真的掌握了任何遭受外部攻击的一个初步证据，美国总统的表态绝对不会如此的轻描淡写，否则的话将会构成严重的政治跟军事层面的示弱。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将两起事件定性为事故，并且宣布启动内部调查。我想事故这个用词跟他们启动的程序是完全符合处理非敌对性意外的标准流程。而在非战争的状态底下，中国如果真的使用了电子战或者是电磁战的手段击落美国军机的话，这是一种明确的战争行为。采取这种行为将会促使局势立刻升级到战争的边缘。但是当前其实中美双方正在马来西亚进行经贸谈判，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想如果真的是中方主动攻击美国的话，这个动机是难以解释的。有网友评论说，想要在几十公里之外用电磁武器来烧毁军机，需要的能量将会是天文数字。但是即便中国确实拥有这样一种杀招，这个一定会是轻易不会暴露的杀手锏的武器，它通常会保留到战时，以求最大程度的奇袭效果。另外一点要提到的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意思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因为相对于一个需要技术突袭跟巨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风险才能够成立的一个电子战或者电磁战的假设，我们目前存在一个更为简单、证据更为充分的解释，也就是美军内部系统的衰竭。我想我们在视频的前面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那现在回到我们的分析当中来，这两架坠毁的飞机就如同投入全球地缘政治池塘当中的两块巨石，它激起的这个涟漪远比事件本身更为深远，因为它从根本上俯视了美国军事威慑的可信度。对于那些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印太盟友，特别是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还有台湾，厘米之号的这个坠机的声音如同警钟一样，尤其是在对比了印巴空战当中歼十 C1 的这个卓越表现的时候。所以这样一种疑虑，它会像病毒一样侵蚀美国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它会催生盟友内部的战略对冲的思想，也就是说他的盟友会开始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安全保障。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会开始对于中国采取更为缓和的姿态。所以当我们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美国的危机管理与中国的机遇利用并置在一块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本起事件最危险最深远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正中，它不在南海，而在台湾海峡。厘米之号双击坠海可能会极大的改变北京对于对台动武的风险评估，从而创造一个危险的战略机遇的窗口。以前解放军的决策者在进行兵棋推演的时候，一个核心的变量是兵力对比。那本次事件为他们的这个计算模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关键的参数跟数据点。美军的实际战备水平可能远远低于他们的纸面实力，所以解放军以前在规划的时候，可能需要假设美军航母战斗群能够以100%的战斗力准时抵达战场，但是现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将一个更高的战时损耗系数
或者是非战斗减员概率纳入考量，从而将这个100%可以调整到一个更低的数字。那这样一种评估的变化会产生可怕的叠加效应。那一方面，解放军对于自身在第一岛链内的这个区域拒止体系的自信心将会进一步的增强，他们会认为即便不动用武力，仅凭美军自身的内部问题，他们的干预能力跟干预的意志都会大打折扣，这个会诱使北京相信以较小的代价能够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进一步的增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更加残酷的现实，就是他们在未来的台海危机当中，考虑到己方力量可能已经无法以最佳的投入战斗，那这个考量会导致他们的这个干预的计划变得更加保守，更加迟疑，而这样一种临战的犹豫状态，就是台海危机发生时候解放军非常重要的战略资产。那一边是中国的信心增强了，而另外一边是美国及其盟友他们会更加犹豫，这种此消彼长会极大的增加战略误判的风险。所以李米之号双击坠海最危险的后果不是损失了2架军用飞机，而是它让整个地区向着冲突的边缘又滑进了一步。我想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李米之号的这个双击坠毁事故都指向了超越军事范畴的一个深刻的启示，任何全球霸权的危机最终都必须要回归到物质基础的支撑之上。今天全世界目睹的美军捉襟见肘的这么一个窘态，恰恰是过去10几年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结果。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面，美国的军事力量被一种无所不能的神话所笼罩，凭借其航母战斗群，美国似乎可以在全球任意地方随心所欲地投射战斗意志。这样一种绝对的优势让美国的战略规划者他们逐渐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维持这一个体系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物质代价。2025年10月26号，在南海上空这个被长期忽视的物质的现实，以一种极其粗暴跟公开羞辱的方式撞碎了美军无所不能的神话。他们坠落的不仅仅是2架军用飞机，更是那样一种自认为可以无限度的透支物质基础而不受惩罚的战略傲慢，以及美军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自以为是。所以本次事件揭示了，当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野心与其工业能力、财政资源跟人力资本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的时候，美国人的硬实力就会从此刻从内部被轻视。这种轻视起初是无声无息的，表现为超支的维修合同、延期的船务作业跟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但是当轻视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就会以一次突发的剧烈的物质性失败的事件爆发出来。因此李米之号最后的警报真正的战略意义在于，它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艾森的结论很清晰，没有一个健康、高效、人力充足的工业基础，任何海军舰队扩张或者现代化的计划都是空中楼阁。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决定大国竞争胜负的不再仅仅是技术代差或者是战术的优劣，而更是国家维持其军事工业体系运转的这么一个韧性、后勤效率跟战略耐心。2架飞机坠海的巨响是历史对于所有日暮帝国的警告。当神话触碰到了物质的边界的时候，便是衰落的开始。在视频的最后，我想起了一条高赞评论，这条评论没有深入的地缘政治跟军事能力的分析，也没有对美军的无情的嘲讽，只是一句短短的话，却引来了无数大陆网友的共鸣。81192，请查收飞机2架。这句在中国互联网上
广泛流行的暗语，瞬间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20多年以前这样一场中美蓝海的撞击事件。我们今天能够平静地分析一个昔日全球霸主的衰落的迹象，我想这份从容它并非凭空而来，它是一代代人的牺牲与奋斗换来的。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关于这个话题如果有任何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艾森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